很多人会问说，飙风玫瑰 Rose 这个角色到底强还是不强啊？为什么我听到了很多人就说罗斯之乱，罗斯很烂，他不像 T-Mac 当初出来的时候真的那么强啊？跟大家讲，这个角色他绝对是 T0 中的 T0， 但仅限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二男。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又来到了大家最期待的老实说系列啦。那么这一次老实说系列的主角，就是如同各位眼前所见这一位乘着筋斗云、穿着齐天大圣服装的飙风玫瑰 Rose。那么在这个飙风玫瑰 Rose 推出呢，已经5天的时间了，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罗斯之乱，对吧？不管你走到哪里，打开11分赛，打开王朝，打开巅峰赛，你就是会看到飙风玫瑰 Rose 这张脸。然后呢，这个场子8成，只要你看到这张脸呢，这些螺丝8成都是自干狗，或者是不会玩的 Rose。这个角色，你看各大主播吹成那样，看各种人吹成说他有多强有多强，为什么我遇到的总是搓仔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呢是没有办法上人权的哦，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平常呢除了要开台、要剪片之外呢，现在还多了一个女儿要照顾哦，所以呢，目前真的没有什么心力去拼什么全服前100或是什么全服仅1仅2啦。那如果说呢，你认为啊，你需要一个仅1仅2的 title 才有公信力的话，那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左转熊哥的频道，熊哥呢仅2的 Derrick Rose 肯定不会错。那我今天这部影片呢，会就单排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Derrick Rose， 当你在遇到单排队友的情况下，你该如何跟你的队友来做沟通，并且来选取阵容搭配。好，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首先，我们先来讲关于阵容的部分。好，那么关于阵容的搭配呢， Derrick Rose 他能够玩的阵容呢，就只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超大空间阵。第二种就是挡拆阵。那挡拆阵呢，在3排的情况下呢，或者你的队友是 Jokic 的情况下呢，它才会发生。那我自己呢，没有固定在3排的队友呢，所以今天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做讨论，我们就单纯来讨论关于大空间阵的选角。那么对于 Derrick Rose 来说，最舒服的选角呢，一定就是空间的中锋，比如说 Paul Gasol， 或者是 Jokic， 或者是Embiid 也可以加减用，又或者如果呢你说这几支我都没有，那 Porzingis 也可以，或者是我们的珍妮佛罗培兹也没问题。所以呢，基本上只要你队友呢有空间型的中锋呢，再加上一个有3分能力的2号位，比方说呢Kevin Durant， 比如说呢甚至1号位也可以 Stephen Curry 都可以哦。只要你搭配了这个超大空间阵呢，这场你就是舒舒服服的直接拿下比赛。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发现对面呢防守你的对位人呢是 LeBron James， 或者是 Jimmy Butler， 或者甚至是李梦这3支角色的话呢，你可能在攻框的时候就要稍微小心提防一点点了。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提到的这3支角色啊，他们是有着360主攻的技能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那么通常呢，在开始排位进入选角画面的时候呢，我的习惯就是我一定会先问我的队友，请问有没有空间型中锋？问完这个问题，你也可以自己去点开你队友的常用角色，来看看他们的常用角色当中有没有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空间型中锋。如果没有，那我就强烈的建议你别去跟他赌，不要选罗斯。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哪怕是你的队友给你出了一个 Capella 或者是 Olajuwon， 我跟你讲，这把你就是被盖爆，盖成白痴，然后你的队友再来怪罪你，你就是罗斯之乱的罪魁祸首。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讲一下当你顺利拿到了超大空间阵之后呢，你主要使用的招式呢有哪一些？好，那么第一个招式呢，这个招式啊，可以说是这个角色最强的招式，没有之一。我跟大家讲，只要呢你的对位防守球员他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3位角色的话呢，是没有人，注意哦，是没有人可以盖到你这一招的，就是这一招突破之后的灵巧上篮。我跟你讲，这招就是这个角色最狗的招式，绝对不会错。
因为这一个招式，它必须要你的对位球员，如果他是没有360技能的话，他一定要死蹲篮下这个位置，他才有办法去冒到你的这个转身的灵巧上篮。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游戏的 bug 设计错误还是怎样，反正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有机会会被改掉的。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的简单，不管你是在投射过载的状态下，或者是冲击过载的状态下呢，你只需要一个突破，然后呢传球键转身，然后再按投篮键上篮，就这么简单。这一招就是这么轻松愉快，但是它却是所有防守者的噩梦啊！基本上呢，你们这队的中锋跟工具人，一个站在左边底角，一个站在右边的底角，你只要呢直接切进去，转个身，灵巧上篮，你就是直接爽拿2分，超级无脑。所以这就是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最恶心的招式没有之一了。那么而且呢，你是可以先判断对方有没有进来补防，再决定要不要进攻呢？比如说像我自己啊，我的习惯是，当我呢在突破转身进去的时候，如果发现对面的中锋开始补防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呢，我可以像这样突破完了之后，然后呢再拉回去，接下来呢再变换形态，然后呢再重新打一次进攻，直到我观察到对面如果中锋没有加速了，这个时候我就直接进去来个一键灌篮。所以这个角色它的超大空间阵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被防守的哦。没错，飙风玫瑰 Rose 就是这么强。所以很多人会问说，飙风玫瑰 Rose 这个角色到底强还是不强啊？为什么我听到很多人都说罗斯之乱，罗斯很烂，他不像 T-Mac 当初出来的时候真的那么强啊？跟大家讲，这个角色他绝对是 T0 中的 T0， 但仅限超大空间阵。如果不是超大空间阵，这个角色呢，我甚至会把他的排名呢排在比 T2 更低，因为就是被盖爆的份而已。但是如果真的给他拿到了超大空间阵，他绝对就是 T0 中的 T0， 没有之一了。那么这就是呢这个角色最好拿分的招式了。那么相信很多人呢在玩罗斯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常常在进攻得分的时候呢，我很难决定自己到底是要叠投射过载还是叠冲击过载的被动哦。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得分了，但是呢，我就是跌到冲击过载，可是我想要投射过载，因为我就差那个关键的3分顶投啊，那我就会呢，唯一推荐你直接用转身灵巧上篮这一招，不管呢你是投射过载还是冲击过载，基本上你就是一键转进去，然后直接上篮。我跟大家说，这招真的没有人能够守得了你哦，而且你还可以自己决定你要用投射过载还是冲击过载的状态下呢，来叠你的被动层数。这就是我认为这个角色它最无脑也最好用来得分的一招了。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角色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技能，也就是他的扑球。我跟大家说，真的不开玩笑，这个角色的扑球呢，大概是所有角色当中呢扑球范围最远的一只角色了。那么各位，他的扑球可以扑多远呢？我们来看看，他可以扑多远。没错，他就是可以扑这么远哦。我真的不开玩笑，这个角色他的扑球技能超级强。常常啊，在有的时候你需要这个关键球权的时候，尤其是你遇到阿德巴约拍球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讲，这个扑球呢就会成为一个关键的球权转换了。你用 Derrick Rose 这个角色呢，你就不能忽略他的这个扑球这一招哦。我看很多人呢都还是把他当普通的1号位在打，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全能的1号位哦。再来是呢，他的防守速度其实也是相当的快。所以呢，他如果在盯防一些，比如说移动速度比较快的角色啊，像是 Kyrie Irving 啊，像是 Stephen Curry 啊，这些角色其实都是很好跟防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忽略了这个角色他在担当2号位的一些技能包。其实他在防守以及呢地板球的增强来说，他还是非常强势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透过一个实战的影片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角色他在单排，如果你做对了所有事情，你可以如何来掌控比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进入 VCR。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这个实战环节来看一下我之前呢所预录的一段影片哦。那么一进场了之后呢，我就先问我的队友说，请问有没有空间型中锋啊？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呢，像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一定是确认我的队友有空间型中锋，我才会拿出飙风玫瑰罗斯这个角色。如果没有，那么你宁可就不要拿。那么当
当你确认呢，你们这边一定可以打出这个大空间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还会跟我的队友来增强信心，会跟他们说，我会随时分球哦，帮我拉个空间，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会传球的飙风玫瑰罗斯，而不是一个自干仔，从头到尾只会自己打。那我在这边呢，也要非常感谢啊，在我单排的时候呢，愿意让我出飙风玫瑰罗斯的每一个人哦，因为呢，说真的，如果你看到你的队友出了飙风玫瑰罗斯，这一场呢，有很大的几率就是 Suzuki 啊。所以你看有没有你的队友呢，甚至还会质疑你说，你守不守得住 T-Mac？ 不过最终呢，他还是选择相信我啦，选了一个 Jaylen Brown 哦。这边感谢这位队友的信任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进实战。好，我方首先跳球跳赢，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他们直接拉开来，对不对？好，我们舒服的进攻就出来了。但是我这个时候发现呢，阿德巴约他好像有意的在回防哦，所以这时候我先确认他是不是把加速用掉了。等到我确认他把加速用掉了之后，直接毫不犹豫的转身进去上篮。各位，这角色就是这样子，观察完，如果确认对方资源用掉了，你就直接进去一键上篮，就这么简单。好，结果对方呢这边呢，他真的就把这个 Derrick Rose 当成1号位在玩哦，直接来了顶了个3分。好，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呢，对面的 Rose 呢基本上是一个顶头仔啊，所以我再观察一下，发现了他没有跟上我，直接来了一个黄形态的后撤。那这个黄形态的后撤呢，基本上他的第一球呢有很高的几率是会进的。如果你发现呢对方一没有跟到你的身位呢，你就可以直接给他来一个快速的黄形态的后撤来吃对方1分哦。好，接下来呢我又轮到了红形态啊，这个时候一样观察一下，发现呢对面的 Adebayo 他有意要协防哦，所以这时候呢我就决定了直接攻框。那对面的 Rose 呢还在逛大街。哦，这边呢，来各位注意看这个地板球，没错，各位，这就是 Derrick Rose 他最关键的作用啊！你可以看到刚才这几个人几乎通通都已经在我的前面了，都已经挡住我了，我还可以穿过他们的身，直接把这个地板球抢下来哦。哦，这边呢，来各位注意看这个地板球。没错，各位。那么在这种关键时刻，我觉得球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比数比较拉锯的比赛当中呢，尤其重要。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有一球类似的表现哦。这一球，对面的 D Rose 接到球，准备想要耍帅来攻框，结果被冒了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来了一个超远距离的地板球哦。至此，比赛已经没有悬念，把球分给罗贝兹，进了他本场尝试的第2颗3分球进，直接杀死比赛。好，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先下个结论哦。其实对面的飙风玫瑰罗斯也不见得打得真的比较不好，而是对面呢受限于阵容哦。对面出了一个 Adebayo 的情况下呢，基本上这个角色他是完全打不开的。所以各位，如果你要让飙风玫瑰罗斯打得舒服、打得快乐，请给他空间型中锋。好，那么到这个地方呢，这个比赛已经没有参考价值了，我就先直接结束这个录影了。那希望大家呢，透过今天这部影片，也可以对 Derrick Rose 呢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哦。如果你今天呢是一个飙风玫瑰罗斯的玩家呢，请你记得看完这个影片呢，学会怎么跟你的队友沟通。如果说你在排位的时候呢，你遇到你的队友出了飙风玫瑰罗斯这个角色，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样来跟他做搭配，才能够让他打得舒舒服服。好，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呢，大概就到这个地方啦。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